大家好，我是 Joseph。这一段影片要跟大家分享 Joseph 今年上半年呢使用了非常多选择权策略，里面最成功的一个选择权策略。那这个选择权策略叫做 Calendar Spread， 那中文我们通常称它叫跨期选择权。至于这个怎么赚 30% 的呢，就让 Joseph 一一展开来给大家看一看。在这个选择权的这个交易呢，我给大家看的呢是我的退休账户。我的退休账户呢，基本上是以踏盘还有股息成长股为主，那只用小小的选择权。那因为这个退休账户的这个账面金额不是太大，所以在选择权上使用呢就限制比较多。你可以注意到在这个里面呢，基本上今年呢都跟大盘持平，也就是我自己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然后在6月的时候呢，开始提高这个选择权交易的这个比例。那主要是发现了这个跨期选择权非常适合在我的退休账户里交易。那为什么我会做的这样子呢？我今年做的很大的改变就是大幅实验跨期选择权，用不同的履约价，用不同的标的，然后实验出来一套这个我自己觉得还可以的这个方法。其实 Joseph 在以前博客上面呢就写到什么叫 Calendar Spread。那 Calendar Spread 呢就是叫跨期选择权。简单的说呢，就是你两个同样履约价的选择权，但是交易的这个时间不一样。你可以买一个时间比较长的 call， 卖一个时间比较短的 call， 所以它里面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成分。在讲这个成分之前，我会先再讲一讲为什么这个退休账户会这样规划，之前没有想到。那在这里呢，我的退休账户规划就是以大盘为主，然后自己做了一些比较低波动的股息成长股的组合。在这个部分相信追踪Joseph YouTube 频道的这个朋友们都会看到我每个月定期分享我这个股息成长股的这个组合。在美国的退休账户里面，它无法使用保证金，也就是 margin， 它基本上呢都是你账户有多少钱就才能有多少，所以在退休账户里面呢并不能用杠杆。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蝶式策略呢，在退休账户里面呢就不太好使用，因为蝶式策略的调整呢可能会让这个保证金的使用幅度增大，在这里面我就比较难控制选择权的保证金使用的这个幅度，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做蝶式，或是只能做比较简单的蝶式。那原本我的退休账户呢只有 8% 到 10% 做选择权，比例相对来说比较小。那这个做选择权呢通常也是做简单的 credit spread， 那不管是 put 或 call， 那就是简单做 credit spread。 那今年呢把这个比例拉高，今年的趋势比较明显，就是一个牛市的开始。所以牛市的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波动会变大，那除这个涨完另外一个涨，在波动变大的时候呢，在缓涨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隐含波动呢都比较小，所以非常适合拿来做跨期选择权。那我自己的规划呢是以 theta positive 为主，就是赚取时间价值，也就是说我每天赚的都可以估算出来，如果股价不动的情况下。所以 theta 呢是选择权的一个拉丁字母，那 theta positive 就是说呢，我整个布局的时候呢，每过一天时间价值就会提高，也就是整体部位的损益都会随着时间而提高，如果股价或是隐含波动不大幅改变的情况。
那我还喜欢就是做比较中性的这个策略，那可以中性偏多或中性偏空，但是不大幅的做方向。所以就算我对 Calendar 来做的话呢，也不会做到非常Delta 太高的这个情况下，都尽量以这个短时间Data 中性偏多这种中性偏空这种。通常就是以 Delta， 然后根据自己的看法偏向一点，但是 Joseph 看方向呢其实不太准，有时候常看错。那跨期选择权呢，就算你看错了，也有一定的容错空间。等一下我们的例子来看。所以跨期选择权基本上要有3个重要的成分。第一个，它是同一个标的，同一个履约价。所以你如果像特斯拉现在在270、280，你就要设定一个你想要的履约价，比如说280。那你要做的时候呢，你只能做同样是 call 或是同样的 put， 因为它有两只脚，也就是它有2个选择权的交易。那这个2个选择权的交易呢，得是同样是 call 或是同样是 put。那它是要不同时间的，一个近期，一个远期。比如说一个是1周到的，一个是2周到期的，这样组合成一个跨期选择权。所以它要同一个履约价，同样是 call 或是 put， 但是不同时间。这个不同时间呢，这2个履约价的这个间隔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但通常也不会大到太多，因为这样你要付出会比较多。那跨期选择权它的操作逻辑是这样子的，因为近期选择权每个选择权都有时间价值，但是越接近到期时间，它的时间的价值就会流失的比较快。那远期的选择权，它时间价值就流失的比较慢。所以当近期选择权流失到没有价值的时候，那远期选择权还有价值，那你赚的就是这个时间价值的流失。所以这个部分呢，跟你单卖 call 或单卖 put 这个想要赚取时间价值的这个部分是很像的。但是这还有牵扯到隐含波动的这个部分。当波动变大的时候，近期选择权其实价值也会提高，但是因为时间价值流失的更快，所以可能会抵消。但是远期选择权它时间价值流失的较慢，但是如果波动提高的话，那远期选择权的价值就会比较高。所以当波动一高，那其实过几天跨期选择权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获益了。那跨期选择权或者是任何复合式的选择权，甚至单一角的选择权都有这些难点。第一个是选什么样的标的，我怎么样找出来这些标的。第二个是下什么样的履约价，那要做多久的时间，何时关仓。那这里面呢 Joseph 目前做出来的是一些方向性的地方呢，给大家建议。那选什么标的呢？就是选隐含波动低的时候。那在这个可以做个股，也可以做指数。那 Joseph 呢是个股跟指数都做，因为在前一阵子，在5月、6月的时候呢，个股跟指数他们的隐含波动率挺低的，所以在那时候我会选择做跨期选择权。下什么履约价呢？因为市场的风向慢慢变了，就像 Joseph 在月度回顾的时候都说了，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在复苏。那其实这个观点我们之前就说过了。那既然有这个观点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牛市呢，当然有一些股票会疯涨，但是很多股票还是缓涨。在这种情况下，下什么履约价，我就会选择中性偏多，下在40 delta 左右，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操作的方式。我只下一边，我不下两边，有的人也下两边，那我自己是下一边。那我自己是下一边 delta 40的这个部分。多久的时间？
那一开始 Joseph 会设定2周的时间，就是一个短期的是2周，长期的是3周。那现在我很多时候是交易是1周的时间，就是说我这个礼拜五开下个礼拜五到期的。那另外一只脚就是下个礼拜，所以一只脚是7天到期，一只脚是14天到期，会做这种的。不过这种就是方向非常清楚，隐含波动低，又之后不会有遇到什么样的事件的时候，我会选择这样子。那如果你不是那么激进的，那其实把时间拉长，慢慢获利，其实也是一种方式。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有一些下1周的，有些下2周的，有些下1个月的。这多久的时间，你可以看你对个股或是大盘方向上或是隐含波动的看法来做调整。那我是混合不同的，所以在当隐含波动改变或是这个方向改变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有一些获利出现，不会同时大涨或大跌。所以这是选择权资产配置的时候呢，提醒大家的，你有长的，有短的，有非常短的。那何时关仓？那我自己的做法就是做比较多的合约，那会逐步在达到获利目标的时候逐步减仓，直到减到非常少的，就剩一个 contract， 那可能就会放到接近到期的时候来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也是好玩的这个部分。那还有一种进阶的做法，就是把你卖的那个关掉，读选择权的这个方向性会不会对，这是另外一种进阶的做法。一开始不建议这么做，因为这有点赌博性质。那我举一个最近的一个交易范例给大家参考，这个时间其实是台湾的时间，所以看到其实差1天。那这个是在 Amazon 交易的这个部分，那 Amazon 在6月2号的时候，它的股价在122，它的 implied volatility 也就是隐含波动在31。那隐含波动是什么呢？就是根据选择权推估出来，这个交易者认为这个股价会波动的幅度。那 31%， 它这个隐含波动是从1% 到 99%。那隐含波动大的时候呢，不代表这个公司这个隐含波动的百分比是最大的，有些公司全年隐含波动都大，因为预期会有很大的变动，但是可能是这个公司的常态。所以你在这里呢，我们还会看另外一个数字，叫隐含波动的排名，叫 implied volatility 的 rank， 有的人用 percentile 都可以。你可以看到它 IV 是31，那 IV rank 呢是 3%， 表示非常非常非常的低，只有3% 的时间隐含波动小于这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隐含波动上升的可能性会比较高。所以在这时候呢，我先很保守的下一个15天到期的跨期选择权，所以一只脚是15天，另外一只脚是22天。那你可以看到这有2个部分。那原来这个 Amazon 是122，我是比较相信它会涨，因为整个市场在涨，所以我认为是缓步上涨的这个情况，在122，然后我下 Delta 40，大概在125，这15天到期。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时间点，那股价、IV 还有这个的变化。这一天是6月2号，我们来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变化。到了6月8号，股价小跌了一点，这时候从6月2号到6月8号已经过了6天，那股价在121，还有9天到期。这个 DTE 是 Date to Expiration， 就是还有几天到期的这个意思，所以股价没动。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P&L 就是说它的损益图呢现在在负的在这边。那在这里呢，它这个里面的线呢就是今天的这个情况，但是如果你随着时间的改变，红色呢是 T+3， 就过3天股价不动是这个情况。
那再来是 T+6是这个情况，到期日是个情况，所以就算股价不动，放到这里应该还是会赚钱的，所以在这时候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当下一天，股价跳回来，涨了 2.4% 了，回到我们当初设定的125这个部分，它在124点多，非常接近125了。所以在还有8天到期的这个情况下，我们交易过了7天，你已经看到了有 15% 的获利。等到6月10号。在这里呢，股价一样维持在123，还小跌了一点，但是获利比之前还高了。你可以看到之前是83块，这 15%， 到这时候呢变149块，是 28%。在这里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总共的 cost 是532，所以一个合约大概是53块。到这里呢 current cost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我已经开始减了，在这里呢到了 20% 的时候呢，我已经开始减仓了，那我就已经卖了3个，从10减到7了，这 20% 我就开始减仓，可以看到在123左右了。再来过了几天，到13号的时候呢，也就剩4天到期的时候呢，股价超过我们的没关系，股价超过我们设定的125，现在到126了也没关系。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到了这里，在这 IV 呢这里也稍微提高了一点。那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获利的百分比到了 38%。那在这个部分呢，其实我又进一步减仓了，减到剩4只。在最后一天我的时候呢，就根本就在玩了。在6月16号的时候呢，还剩3天到期，我又减了一个部分，所以呢，我就留一只放到到期日的时候看。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股价也在125、126，没有差太多。你可以看到它的获利已经到 46%。我要讲这个例子呢，你会好奇，那 Joseph 为什么不在影片的一开始就说2周获利 46%？ 我想要说的并不是这一笔交易，而是整个资产配置的结果做出来的。在这个里面，你记得 Joseph 是用 10% 到 20% 的部位来做选择权。那我透过这个部分的持续的获利，把整个账户的这个金额提高。今年在这个大盘这个涨的幅度大概是 15% 左右，所以剩下的 30% 都是我透过 10%、20% 的这个选择权仓位，把整个账户的获利拉上来的。所以我并不是看个别的交易，而是看我用小比例的多次交易选择权，把账户的这个金额提高。当然我同时也不只做 Amazon 这个交易，而且我不是每一次都做10个单位，在这个里面我自己做的契约数也越来越大，因为我对这个方式掌握的比较好。不过现在要进入财报季，所以在财报季的时候呢，做不一定适合做 calendar spread 这一点你要看清楚近期跟远期它的 implied volatility 是不是有大幅的改变。这个我会建议一开始的时候呢，不要做财报周，会比较困难。那当然跨期选择权都是有风险的，其实任何的交易都是有风险的。那跨期选择权的风险，那也要跟大家说明。第一个，当方向不如预期的时候，它可以容忍一些方向上的错误，但是如果方向是大幅不能预期，超过了你自己建立的那个小帐篷的外面的话，那就会出现亏损。但是跨期选择权的有一个优点，就是你的最大亏损就是你付出的选择权的金额。
所以当你在做的时候，你的最大亏损已经锁定了，就算你不动作，最大的亏损也会在你第一只脚到期的时候呢，正常来说会把整个部位关掉，这是应该是大部分券商的做法。我不会建议大家让券商自己关掉，有时候会出现无法预期的事情产生，所以就算方向不如预期，最大的损失都已经锁定。在这个部分呢，如果市场有大幅的变化，你至少知道你损失在哪。第二个，跨期选择权的风险就是隐含波动大幅降低。很难说隐含波动会因为什么样事情忽然降低，但是如果降低的话，那跨期选择权的这个获利就会降低。所以在选的时候呢，隐含波动大幅降低会比较能够避免，就是你在选的时候就先选隐含波动低的，那在大幅降低的可能性就比较少。另外，如果有特殊事件造成隐含波动变化不一致，比如说忽然宣布下周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你下周到期的选择权的动荡就会比较大，它本来时间价值的流失可能就没有那么快。这个隐含波动大到抵消时间价值的抵失，这个隐含波动大到抵消时间价值的流失的话，这个也会造成跨期选择权的这个风险，本来要获利的可能会变成获利大幅减少或是平盘，那这个也是一种风险。那跨期选择权的风险我自己觉得是比较好把握，在退休账户里面呢，会让我睡得比较安心，而且在跨期选择权里面也不需要一直盯着盘，只要你大概看这个股价没有太大的这个变化，那你一天看个1-2次盘大概都可以。所以这是 Joseph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用10%、20% 的账户金额来做选择权，大幅把整个账户的获利提高，这是我自己一点的分享。那里面当然还有很多的细节，那欢迎大家在影片的下方留言。选择权是需要不断练习不断学习的这个部分。那我已经很久没有录选择权的影片，那希望再次分享这个呢会让大家对选择权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帮助大家持续稳定的在美股获利。我是 Joseph， 喜欢这样的影片的话呢，请按赞、留言并分享给你的朋友哦。